前不久，秦始皇陵又有了新的发现。考古学家在秦始皇陵附近发现了近100座神秘墓葬群，墓室里面竟然全都是惨遭解体的年轻女性骸骨。这些骸骨零散地分布着，场景惨不忍睹。这些骸骨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生前又遭受了怎样的酷刑？秦始皇陵到底被打开没有？这也是从古至今一直在争论不休的话题。科研人员最近一次的 3D 扫描技术，带你去了解秦始皇陵的秘密。进来的小伙伴，麻烦动动您的发财小手，长按点赞关注，您的点赞关注就是我的最大动力。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可以说是世界8大奇迹之一了。自兵马俑出土以来，前后已经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到我们中国参观访问。它已经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张金字名片了。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整整修建了39年，修建的皇陵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目前已经出土了大大小小3个俑坑的兵马俑，这些战士绵延52平方公里，足足有3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俑坑内大约有8000名将士，为我们展现了大秦勇士的形象。最前排的就是先锋队，他们手握十字弓手，保持着准备迎战的姿态。后方则是一列又一列的武装士兵，还有130辆战车位列其中。兵马俑们一个个昂首耸立，整齐地排列成战斗的队形。他们在这座46米高的山丘上守护了几千年。随着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进行深入的研究，眼前的一个场景让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陷入了困惑。在一个士兵指挥坑中，里面有一排士兵站在最中间，他们分别拉着4匹战马，但是怎么看都觉得这个画面不是很协调，好像少了一个人。这个军队的总指挥官去了哪里呢？对此，很多人都对这个指挥官产生了大胆的猜测。他们觉得缺少的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位生前享受无限荣耀，死后也要统治帝国的秦始皇。考古学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最后得出结论：秦始皇陵极有可能就在不远处的深山之中。关于秦始皇陵的传说已经传了几千年，从未间断。随着现在科技的快速发展，关于秦始皇陵背后的秘密也被一一解开。秦始皇陵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墓，这也体现了秦始皇有着不可一世的地位。其实，早在很多年前，有很多的考古学家都来秦始皇陵进行考古研究过。经过考古专家的多年研究发现，秦始皇陵隧道并没有遭到盗墓贼的破坏。虽然秦始皇陵附近有很多盗墓贼留下来的盗洞，但是这些盗洞根本就不能进入隧道。秦始皇陵分为陵园和陪葬区，从内到外分别是地宫、内城、外城。地宫就是秦始皇埋葬的地方，也就是他的陵寝。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兵马俑就是围绕着地宫，除了兵马俑外，附近还有很多的陪葬坑，犹如众星捧月一样。有人说，秦始皇陵到底有多深？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一直有一个信仰，他认为人死后就应该把生前的所有东西带入地下，供自己在阴间继续享用。建造皇陵的时候，他还要求工人们用金银财宝堆成山陵，用水银浇灌模仿河流，用夜明珠装饰穹顶模仿日月星辰。传说秦始皇陵里面还藏有一幅帝王地图，可以把他所征服的领土全都浓缩在地宫里面。秦始皇陵真的有那么富丽堂皇吗？秦始皇陵里面有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为什么盗墓贼挖了2000多年都没有挖到地宫？而我们国家既然发现了这座庞大的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派专家前来挖掘呢？喜欢看盗墓的朋友，应该可以在电视剧里面或小说里看到用水银浇筑保存尸体不腐的方法吧？这仿佛是古人下葬用来保护尸体的一种屈指可数的方法。秦始皇的陵墓中的确有水银浇筑，
这个结果早在2003年的时候已经被科学家们证实。当年的考古专家在秦始皇陵附近进行了大范围土壤检测，他们发现越是靠近秦始皇陵的土壤，它的含汞量就越高。这个结果也证实了《史记》里面记载的以水银为川、江河大海的说法。秦始皇为什么要把大量的水银注入到自己的陵墓里面呢？仅仅只是为了营造山河的景观吗？其实秦始皇注水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盗墓贼进入地宫。这种水银因为有毒性，从古至今很多的盗墓贼都不敢靠近水银。古时候人们特别渴望长生不老，而且还非常喜欢炼仙丹，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学的炼丹术。因为当时的科技完全不能用工业制造水银，他们只能找来配方，用朱砂加热凝固之后，银色由红色慢慢变成黑色，最后黑色的粉末就转换成了液体水银。他们相信只要可以无限的循环加工，就可以用这种液体炼出仙丹来。他们告诉秦始皇，服用这种仙丹可以长生不老。秦始皇就这样开始服用仙丹。后来秦始皇的身体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我们现在应该都知道了，水银这种液体是有毒的，人们触碰一点就可能导致中毒反应。古时候根本没有鉴别这种液体的方法，即使仙丹里面有毒也不会被察觉。所以当时秦始皇的突然驾崩也是有原因的。秦始皇去世的时候，他的陵墓还没有完全的竣工，他生前就命令工匠们务必要打造出来1000万大军，将他们铸成将士，保卫冥界的大秦帝国。如此庞大的兵马俑到底是怎样制造而成呢？其实兵马俑刚出土的时候身上都是彩色的，但是因为长时间埋于地下，突然接触到外面的氧气，颜色就被瞬间氧化了。专家们来到一处工坊，这里每天都会用模具制造兵马俑的复制品。古时候是没有这种模具制造陶俑的。后来考古学家利用 3D 技术还原了建筑工艺，这个 3D 技术可以还原当时秦国工匠们是怎样制作兵马俑的。在秦朝的时候，已经有了如今像我们工厂里面的生产线一样，工匠们各自有各自的分工。一条生产线上负责用悬压装置制作上万条腿，另一条流水线负责铲土铸壁制作头部，其他工匠们负责用粘土缠绕制作躯干，然后再手工雕饰复杂的图案。就这样，一个完整的兵马俑就制作而成了。为了防止兵马俑因质量问题倒塌，工匠们就用高达1000度的窑内进行烧制。最后工匠们再把这些部件拼接完整，并在兵马俑身上涂上彩绘图案，然后再盖上制造者的印章。盖这些印章的目的就是如果陶俑的质量不过关，那么这个质量不过关的兵马俑就要追究到制作者的身上。还有重点来了，前不久出现的那个重大发现，随着秦始皇陵附近的99座墓穴的挖出，足以表明秦始皇当年的残暴无情、心狠手辣。墓穴里面的头骨、四肢还有骨架四处散落着，实在是太惨烈了。据说只要秦始皇的陵墓建成，工匠们就会全部被殉葬。殉葬的方式大多都是活活的被埋死，还有一些骸骨是被秦始皇儿子胡亥杀害的朝中大臣和皇妃子。在秦始皇残暴的统治下，被活埋的远不止这些工匠们。还有一件非常匪夷所思的做法，就是他做的那起焚书坑儒事件。秦始皇还有一种惯用惩罚手法，就是一人犯错，周围也跟着遭殃。经过专家研究证明，其实前面有很多残暴的事件都是胡亥做的。秦始皇为了自己的军队可以以一敌百，他还命令工匠要给将士打造盔甲。后来出土的盔甲碎片就达到了600多片，这些盔甲都是由青铜丝串联拼接而成。秦始皇认为，打造出来的盔甲可以帮助兵马俑抵御幽灵的侵扰，可以为自己打造永生统治的地下王朝。秦始皇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陵墓，就目前我们现在的技术还不能把秦始皇陵打开。主要担心的有2点，一是秦始皇陵里面的水银，二是惧怕挖掘出来的文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考古学家们还会为我们继续揭开秦始皇陵新的神秘面纱。从发现秦始皇陵到现在，已经出土了5万多件珍贵文物，其中发掘出土的彩绘马车是我国迄今为止体型最大的古代铜车马。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关注一下小编，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